美国对华打压愈演愈烈，除了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提案，鼓动对参与在南海和东海所谓有争议地区相关活动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提案小组也针对中国提出了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新法案，内容包括要求拜登政府专门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组，以应对所谓中国利用经济措施推动其他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与此同时，世贸组织正在开展第8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各成员普遍认可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上做出的贡献。但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在 WTO 会上将矛头对准中国，扬言将采取一切手段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在周四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舒觉婷介绍，世贸组织第8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于周3和周5举行，目前正在进行中。中方高度重视第8次审议工作。据介绍，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3大职能之一，中国每3年接受一次审议。WTO 成员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积极评价中方自2018年7月审议以来采取的一系列主动开放举措，高度赞赏中方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对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在 WTO 会上再次将矛头对准中国。美国声称，中国的产业政策扭曲了竞争环境，不利于进口商品和服务及其外国供应商，并扬言将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中国改变其贸易做法。除了在国际场合抹黑中国，在美国国内，一组跨党派美国议员日前提出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新法案，要求拜登政府成立一个高级别跨部门的反经济胁迫工作组，以应对所谓中国利用经济措施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据他们设想，在这一小组中将由美国总统挑选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担任主席。美媒报道指出，这一跨部门小组的人事任命可能将涉及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值得警惕的是，美媒在报道这一法案内容时特别指出，这一项由跨党派议员提出的法案强调了美国两党正在日益加深的共识，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要说它成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目前从美国国内来说，这个在严重缺乏这个共识的国内政治层面的话，那几乎只有中国问题是唯一存在的共识。但对于中国来说，怎么样应对？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它是存在自身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根源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拿中国作为所谓的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你是找错了对象。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完全可以坚持我们自己的底线，但同时一定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推进自己的国内的改革，然后继续的去更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那只有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在中美所谓的这个战略竞争层面的话，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近来，经济胁迫成为一些美政客操弄反华议题屡屡提及的借口。5月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华盛顿共见记者时妄称，美国不会让澳独自面对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中国对美盟友的经济胁迫将阻碍美中关系。8月21号，布林肯同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通电话时称，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坚不可摧，美国坚定支持立方直面中国的所谓胁迫行为。对于美方屡屡污蔑中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曾表示，中国一不动辄霸凌制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压各国企业，经济胁迫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扣不到中方头上。另一方面，正在南美出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就选边中美说事。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布林肯当地时间周2访问厄瓜多尔，并在会见新当选的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及外交部长蒙塔尔沃时表示，美国与厄瓜多尔的伙伴关系不受任何第三方国家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被要求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过紧接着，布林肯又警告和中国做生意可能会有风险，暗示中国企业不可靠，灭指一些中国企业在面临施压时会
会遵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行事。BBC 报道指出，布林肯此次访问一个未挑明的目的是借制度说事，试图与中国争夺在南美的影响力。BBC 认为，美国人希望通过强调制度，使得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两国更倾向于选择美国作为伙伴。尽管布林肯说不强求南美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但如果他们倒向一边的话，美国人希望他们倒向美国而非中国。外界注意到，布林肯在多次访问中频频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逼迫第三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路透社此前消息，3月24号刚履行的布林肯在欧洲访问时，就曾对北约盟友宣称，中国对西方构成威胁，但美国不会强迫任何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边站。他的所有的这些言论都是带有很强的倾向性的。美国在世界各地也在推进一些所谓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是非常可笑的是，美国它是没有实际的这个资金拿出来的。那目前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它的社会支出等等都是没有钱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吸引力当中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的。因此，它只能从所谓的价值观以及一些莫须有的言论，然后是让其他国家希望其他国家能够选择美国。中国的航天器试验近日也遭到西方恶意炒作，以此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早前测试的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可在环绕地球一圈后飞向目标，并指此款导弹展示了令美国官员意外的先进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也对此表达担忧。他在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访时，被记者问及是否对此担忧，他回答是的。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向记者说，已透过外交渠道表达这项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另一名发言人赵立坚也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展现出的消极因素，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忧新冷战或将到来。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认为，中美两国并非一定要展开对决，以确定谁是赢家。马凯硕特别提醒拜登政府，如果能够取消一些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消极举措，将是积极的进展。这些历史过程当中，美国人是接受不了自己失去世界老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直以来在整个的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当中，我们看到它和其他的国家纷争不断，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中美之间不必要一定要有一个赢家，那应该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世界发展得更好。听证会上，多位参议员拿中方所谓高超音速武器提问，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也对此表示关切。您又是如何分析呢？您是如何来看伯恩斯的相关表态？中国可携载核弹的高超音速武器完成试验，这个所谓的爆炸消息是由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末率先爆料，它呢确实挠到了美西方许多人、许多势力的反华兴奋点。但是呢，假的就是假的，英美所谓爆炸消息与实验爆料都必须要打上引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连日来已经连续澄清，中方8月发射的是航天器，以验证其轨道返回能力。那么类似的实验在国际航天界属常规动作。事实上呢，美国航天权威人士已经从技术角度对假消息验明正身了。追踪全球太空发射的哈佛天文学家叫麦克道威尔，他向《纽约时报》表示，追踪轨道事件的美国军事单位公开的相关发射信息中，没有任何信息可以与英报所称武器试验相符。那么英报故事的每个方面都是令人心生怀疑。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大卫奈特，他呢更直指媒体针对中方高超音速武器的所谓 FOBS， 也就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这个炒作，纯属危言耸听。他用的英文表述是 alarmist。那么关键追问就来了，那么既然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说子虚乌有，为什么美国最高权力层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乃至国会山，纷纷有人跳出来喊话表态呢？在昨天的听证会上，多名参议员继续拿《金融时报》的假爆料来发问。当然呢，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以媒体的假爆料强述所谓中国威胁的稻草人。特朗普之前动辄指责美国主流媒体针对自己搞猎巫行动，炮制假新闻。那么这样看来啊，参议员们也是在假提问。那么伯恩斯他指责中方所谓爆超最低核威慑的这样的表述，也就是配合表演的假回答的。那么拜登表达关切，这根本就是记者抛给他的一个预设提问。昨天啊，在准备登机前往宾州时，有记者刻意问到
是否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感到关切？那么拜登对此的回答是 yes。事实上呢，在华盛顿当前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明面对的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是真正的伪问题，但是呢，这个 yes 似乎才是拜登的一个必选回答。那么这也见证当前中美关系在华盛顿全面承压的真实现状。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